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曾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凯恩斯的这个预言，然而现实与凯恩斯的预言大相径庭。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减少，当前社会甚至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兴职业。在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看来，很多工作没有实际用途，缺少这份工作，社会运转也丝毫不受影响。他的从业者也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社会价值，这些工作可以称之为狗屁工作。狗屁工作把人们放在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职位上，白白消耗生命。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毫无意义的工作》，原名 Bullshit Jobs， 就是讲这个问题的。作者大卫·格雷伯是美国一位有影响力的左翼学者，他曾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甚至因此被耶鲁大学解聘。在书中，他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虽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我觉得这些观点很有启发性。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解读一下这本书。首先，这个书名有点误导人，因为它的原名直译过来其实是狗屁工作，可能因为这个名称太具攻击性，出版社才把它改成了毫无意义的工作。格雷伯并不是说所有工作都没有意义，而是说社会上有很多职业，从任何角度来看似乎都毫无价值，甚至连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自己都无法解释这份工作为什么存在。他指出，这些工作并不是因为待遇差，有时候待遇反而很好，问题在于这些工作根本不创造社会价值，因此被称为狗屁工作。相反，一些真正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工作，比如清洁工或医生和护士，待遇却很低。这些工作对社会至关重要，但报酬和认可度却不成正比。格雷伯认为，这些工作不能被称为狗屁工作。书中还提到了一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狗屁工作，比如德国军方将 IT 业务外包给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又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其他公司，层层外包导致效率极低，一个简单的工作变得异常复杂和昂贵。还有一个例子是，西班牙水务局的一个员工因为各种原因6年没去上班，但仍然领着工资。这些都是狗屁工作的典型案例。通过这些讨论和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科技发展迅速，但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工作仍有其必要性和价值。科技进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失业，而是应该更加关注如何让科技发展服务于人类，创造更有意义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狗屁工作的概念强调了这类工作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性和背后的社会动因。据英国调查机构尤格夫的调查，有 37%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另有 13% 不确定。赫奈的调查也显示，认为自己工作没有贡献的人高达 40%。 这些数据表明，许多人感觉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作者大卫·格雷伯认为，这种狗屁工作是资本主义体制蓄意设计的一部分，目的是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例如，在古代，为了防止穷人集结起来造反，封建阶级会创造一些无用的工作来分配多余的粮食，同时显示自己的权势。在现代社会，这种现象变成了以不同名义存在的随从工作，比如个人助理和秘书，他们的工作可能被自动化替代，但上级可能不愿意这么做，以维持自己的地位。打手，在现代职场环境中，存在一类特殊的工作，被称为打手类型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特征是采取诱骗、施压甚至欺骗的手段来维护和增强公司或个人的权利和地位。例如，电话销售人员常常推销那些消费者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产品，而公关部门的工作往往是在公司遇到危机时出动，采取措施以保护公司形象，有时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这类工作的代表性例子之一就是广告行业。我有一位朋友苏丽，曾在一家营销公司担任数字展示广告设计师。他的工作是设计那些我们在网页上看到的横幅广告。起初，苏丽对这份工作充满热情，希望通过他的创意为公司创造价值。
然而，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些广告往往被网页浏览者忽视，其实际效果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公司依然伪造数据，并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误导客户，继续签订广告合同。这种明知故犯的做法使得苏利感到工作的空虚无意义，最终选择离开。这些打手工作的存在不仅揭示了现代职场中的一些道德和价值观问题，也反映了公司和个人在追求利益时可能会采取的不正当手段。这类工作虽然有时能够维护公司的短期利益，但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声誉和消费者的信任。补漏人在许多工作环境中存在一种常见但往往被忽视的工作类型，被称为补漏人。这类工作涉及处理那些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例如，想象一下一个家庭场景，家中小孩和丈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制造混乱，而母亲则总是跟在他们后面收拾。尽管这种混乱完全可以通过家庭成员的自我管理来避免，这样的情况在企业环境中尤为常见。当企业系统出现问题时，管理者可能会选择简单的应对措施，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举个例子，面对用户的不断投诉，他们可能会增聘客服人员来处理这些投诉，而不是改进产品或服务以根治问题。这种补漏人的工作通常是由于高层管理的懒惰或决策短视造成的。管理者们往往不愿意投入时间和资源去彻底解决问题，导致基层员工必须在一个不断循环的低效的环境中工作。这不仅增加了员工的工作负担，也降低了整个组织的效率和效能。如此这般，补漏人的存在不仅是工作效率问题，更深层地反映了管理层对问题的不正视，以及整个组织运作方式的不合理性。打勾人在许多组织和公司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打勾人的狗屁工作。这类工作的核心在于完成表面工作，以便组织可以对外宣称他们正在积极地做事。典型的例子包括进行问卷调查并制作相关的汇报 PPT， 尽管这些问卷的结果往往被忽视，甚至调查参与者填写时也不认真。在某些情况下，如政府机构内部，当出现问题时，他们可能会成立调查委员会，这在外界看来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措施，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为了形式上的处理。这种打勾人的工作模式不仅在浪费时间和资源，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个人和社会的疏离感。他们虽然可以短期内让管理层看起来忙碌和有效率，但从长远来看，会削弱组织的实际效能和公众信任。这类工作的普遍存在反映了许多组织在管理和运作上的虚假性和表面化，需要高层决策者的重视和积极改变，以确保组织的工作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真正有意义和高效。任务达人在职场中，我们经常遇到一种被称为任务达人的工作类型。这些任务达人并不是指特定服饰或外表上的标识，而是指那些专门指派无意义任务给他人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工作通常与完成某些关键绩效指标 KPI 相关，但这些指标往往并不反映真正的生产效率或价值创造。例如，我在上学时，为了让学校在某种评选中脱颖而出，我们被要求准备大量与课程无关的内容，仅仅为了在领导视察时能够流畅地背诵。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工作。问题就出在这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情况是不该发生的。当然，在从前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低下，人们不仅把就业当作一种权利，更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这种国家体制创造的工作岗位源源不断，所以在苏联百货公司里，卖一块肉都需要3个人来干。可是市场竞争不是可以消除此类问题吗？起码根据经济学理论，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绝不可能把钱付给那些没什么用的人。但不知为何，这样的情况的确发生了。任务达人式的狗屁工作在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通常表现为为了达到外部标准而进行的形式化、无实际价值的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不仅浪费了员工的时间和才能，而且在更广泛的层面上，
反映了社会和组织对有效率和有意义工作的忽视。狗屁工作的危害。第一个显著的危害是狗屁工作所产生的连锁效应。例如，当一个公司的领导决定让员工加班完成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报告时，这些加班的员工可能不得不点外卖来解决晚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这些员工服务的厨师和外卖人员实际上也被卷入了这个无意义工作的循环。他们的劳动成为了支持这些狗屁工作的一个环节，尽管他们本身的工作是有价值的。第二个危害是狗屁工作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的影响。卡尔格鲁斯的研究揭示了人们进行游戏活动时的心理机制。当人们在游戏中实现某种成就时，会感受到快乐和满足，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对结果有影响。类似的，在日常工作中，人们也倾向于那些能让他们感受到成就感和掌控感的任务。但狗屁工作却常常剥夺了这种感觉，因为这些工作往往是重复、无意义且与最终结果无关的。公司裁员毫不留情，有人出有人进，这些被裁的人往往都是干实事的，他们真的在制造什么、搬运什么、修理什么、维护什么。然而谁也没办法解释，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魔法，从事行政文书工作的领薪人数最终却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跟苏联那会儿的工人没什么两样，理论上每周工作40小时甚至50小时，然而实际有效工作时间不过每周15小时，这与凯恩斯的预言是一致的。因为他们还得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和参加各种动员大会，来更新脸书内容，来下载一部又一部的电视剧。此外，传统的工作模式往往是劳逸结合的，人们在繁忙时期全力以赴工作，在闲暇时期则放松休息。然而，现代的工作模式，特别是狗屁工作，往往打破了这种节奏。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困在朝九晚五的循环中，即使完成了任务，也无法感受到实际的成就。这种模式不仅违反了人的自然工作节奏，还可能导致精神上的疲惫和挫败感。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科技的发展，时间已经从一种基于行为的度量转变成了一种可买卖的商品。在古代，人们通过行为来衡量时间，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开始用时间来衡量行为，这导致了时间的商品化。这种转变使得在狗屁工作中的人们感觉自己的时间被剥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综上所述，狗屁工作不仅对个人的工作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还可能对社会的整体生产力和效率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努力寻找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时间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这种观念改变了我们对工作的道德看法。许多雇主认为他们通过支付工资来购买员工的时间，因此如果员工在工作时间内不工作，就等同于偷窃了雇主的财富。这种观念在很多人心中植根深厚，以至于即使工作任务已经完成，员工仍感到有义务在工作时间内保持忙碌的状态。狗屁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他们往往要求员工假装忙碌，即使没有实际的工作需要完成。这种持续的自我欺骗和表面忙碌对员工的精神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例如，空姐这样的职业要求不断展现友善和耐心，即便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劳动是非常耗费精力的。长期下来，这种工作方式可能导致员工感到空虚和消沉。这种工作环境还可能导致一种不健康的职场文化，其中上层管理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压迫下属。员工在这种环境下挣扎，不断努力以获得认可和晋升机会，但由于本质上的工作缺乏意义，这些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我明白任何类似的观点都会立刻激起反对的声音。你是谁呀？凭什么由你来说哪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必不可少又究竟怎么去定义？你不是人类学教授吗？那么人类学教授这个岗位的必要性又体现在哪里？事实上，许多媒体后来确实是这么说的，他们表示我的工作就是无谓的社会开支的典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他们没说错，社会价值本来就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我不会冒昧地告诉一个认同自己工作的人，你的工作其实对世界没有贡献。但有些人自己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明白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那样又该如何？前不久，我和年少时的某个校友重新联系上了，我俩15岁以后一直没见过面。这些年他的经历让我感到吃惊，他先是写了一段时间的诗歌，后来又在某家独立公司做摇滚乐队主唱。他的歌我在电台里听到过，但我不知道歌手是我认识的人。很明显，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创造力满满，他的作品也确确实实点亮了许多人的生活。然而，在几张专辑接连失败后，他被解雇了。他债务缠身，女儿又刚刚出生，他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勾了人生的默认选项上法学院，跟无数茫然无方向的人一样。现在的他就职于纽约一家知名公司，是一位企业律师。他很愿意承认自己的工作全然无用，对世界毫无贡献。在他自己看来，这份工作就不该存在。在这里，人们有太多问题可以问，比如，我们的社会似乎对才华横溢的诗人、音乐家没什么需求，而对专攻公司法的专业人士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这说明了什么？答：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外，这还表明大部分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最终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事实上，我就没遇到过一个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企业律师。除了企业律师，前文提到的几乎所有新行业的从业者也都这么想。我们社会中存在一个领先的专业人士阶层，如果你在什么派对上与他们相遇，恰好又提到了你的工作或许挺有趣，比如搞人类学研究，他们就会躲避这个话题，只字不谈自己的工作。等到几杯酒下肚后，他们却开始激动不已，滔滔不绝，骂骂咧咧，一个劲儿地表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愚蠢透顶。这是很严重的精神暴力了。一个人若是在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心中的愤怒和憎恨怎么可能不汹涌？然而，这个社会的独特性就在于，管理者想出了一个方法，使这股愤怒和憎恨精准地投向了那些真正做了有意义的工作的人身上。比如，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想要拿出客观的评价标准不容易，但是如果想对这个问题稍微有所了解，你只需要询问以下几个简单的问题：倘若这个专业人士阶层嗖一下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倘若消失的人是护士、垃圾清理工、机械师，那又会发生什么？显然，如果护士、垃圾清理工和机械师转瞬之间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师，不再有码头工人，那我们的生活将会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说家，少了斯卡音乐家，这个世界都会失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推销员、法警和法律顾问，那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是否会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就不好说了。许多人认为人类的处境可能会大大改善，个人实际贡献越多，获得的报酬越少，除了少数人们熟知的例外，比如医生，这种情况竟然真的普遍存在。最后，这种情况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观念提出了质疑。尽管理论上低效率的岗位应该被淘汰，但实际上许多企业仍在花费大量资金维持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与传统资本主义的定义，通过生产产品来获得利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现象暴露了现代经济体制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解决。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定义中，企业的目标是通过生产产品来获得利润，这意味着产品的销售收入应该大于企业的总开销。然而，现代企业管理似乎偏离了这一原则。许多公司，特别是在金融和咨询行业，似乎更多地参与了财富的重新分配，而非实际的产品生产。这种情况类似于封建制度，
其中上层领导通过抽取下层工人的劳动成果，将财富重新分配给自己的随从或支持者。举例来说，当一家银行因丑闻被判赔偿时，一家顶级会计师事务所可能故意通过低效的工作流程来延长项目，从而增加其收费时间，从中获利。这种做法并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从已有的财富中榨取更多。在这样的体系下，很多工作变成了狗屁工作，因为他们不是为了生产或创造价值，而是为了维持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同时，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强大，理论上只需要少量的劳动力就能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但大企业和财团往往不再专注于生产活动，而是转向了财富的分配和操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作与效率和产出无关，而是与维护现有秩序和权力关系有关。这种现象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豪华的公关活动和摩天大楼的建设。最后，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提出了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区别。生产性努力致力于创新和增加社会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则专注于在不变的财富总量中为个人争取更多的份额。这种区分揭示了现代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即许多工作和努力并非只在创造价值，而是在参与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权力游戏中。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这里的唯一居民是一台神秘出现的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开始挖掘矿石，制造零件，并用这些零件制造出更多和它一模一样的机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器人不断增多，他们开始更加艰巨的任务，建造一艘宇宙飞船。在建造飞船的过程中，机器人们经历了无数困难和挑战，但他们从未停止工作。他们似乎被一种使命感驱使，相信乘上宇宙飞船去探索星海会带来某种奇迹。终于，当飞船建成时，几乎所有的机器人都已经损坏，只有一台状态尚好的机器人踏上了旅程。然而，当这台机器人的飞船进入太空，它的大脑发生了变化，它毅然决然地飞向一颗星球，并在撞击地面时化为碎片。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人类观察到这一幕，却将其作为一种娱乐。他们通过彩票来赌博，猜测哪个机器人将是下一个坠毁的，而彩票中奖号码就是该机器人的编号。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个深刻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工作和努力可能被视为重要和有意义的，但最终可能只是满足某些上层人士的娱乐或利益。它揭示了在一个以分配性努力为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辛苦的努力，最终也可能被用于无关紧要甚至荒谬的目的。这个故事强调了重新审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目标的重要性，以确保我们的努力能够真正地创造价值和意义。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